Bonjour, je m'appelle Cassandre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可以吃到完整果粒的法式草莓果酱 （Confiture de fraise）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水50克、柠檬汁25克、细砂糖400克、去掉蒂头后的草莓果肉500克。首先，我们来洗草莓，在流水中轻轻地漂洗3到5分钟，不要泡水太久。接着用纸巾吸干草莓的水分，小心地切掉蒂头，因为这次用的是一整颗的草莓，去掉蒂头后，果肉的净重不会刚好是500克。如果落差很大，可以按照比例重新计算其他食材的重量。接着倒入细砂糖、柠檬汁和水，小心地拌匀，不要弄坏草莓。盖上烘焙纸，放到冰箱糖渍24小时。经过1天的糖渍，草莓会出很多的水。底部还会有一些没有溶解的糖，这是正常的。把糖渍草莓倒入锅中，
以中小火煮到微滚。微滚后捞去浮沫，并立即关火。一样盖上烘焙纸，放凉后送进冰箱冰24个小时。熬煮果酱前，先来消毒果酱瓶，把瓶子跟盖子放到滚水中煮2到3分钟。把糖浆过滤出来，接着以中大火熬煮糖浆，煮滚后捞去浮沫，持续让它沸腾。等糖浆开始变稠，同时温度达到105度C， 加入草莓果粒，再次煮滚后，一样捞去浮沫，改中小火续煮5分钟。当草莓开始变得有透明感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果酱离火后，请立即装罐。盖子一定要旋紧，倒扣放凉，并冷藏保存。
草莓果酱在果酱界里应该算是最受欢迎的前几名吧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食谱呢，它是源自于法国最知名的果酱女王 Christine Faber 的配方，它跟一般的草莓果酱做法不太相同。简单来讲呢，它就是比较花时间，但做法其实很容易，而且做出来的成品你会觉得花这个时间是非常值得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做这个草莓果酱要注意的小地方。首先就是糖的部分，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被那个糖量吓到呢？我们这里用的糖量呢是草莓净重的80%，而原始的食谱是使用了90%的糖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做果酱呢，它的糖量一定不能少，因为糖在果酱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例如第一天的糖制，如果糖量不够，草莓里的水分呢就无法很有效率的排出，而糖也无法顺利的渗透进草莓里，那这样子果酱就很容易腐败。那其实做果酱跟做腌菜是一样的道理，不管是用糖或用盐，目的就是要把蔬菜水果里的水分排出，来达到延长保存的效果。再就是最后在熬煮糖浆的时候，它的温度要达到摄氏105到107度。如果糖的比例不够，那这个温度呢就很难到达。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会很好奇哦，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费工？难道不能够一气呵成从头煮到尾吗？那这种做法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草莓经过糖制以后，可以减少熬煮的时间，并保留那个完整的草莓的果粒和口感。那大家一定要吃吃看这个果粒的口感哦，它有点 QQ 的，而且很有弹性，就像是一个比较软的蜜饯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食谱中的柠檬汁是不可省略的哦。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调味，而是要利用柠檬汁里的果胶来帮助果酱变稠。因为草莓它不是水分特别多的水果，如果你不添加柠檬汁的话，这个果酱呢它就煮不稠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我是 Gaston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再加一点。